Hello， 大家好，小钟啊，我现在是在我的第28个非洲国家喀麦隆啊。喀麦隆呢，它是位于中西非的一个交界处哈，所以你可以说它是中非国家，也可以说它是西非国家。我们目前所在位置呢，是它的最大城市杜阿拉，也是它之前的首都。喀麦隆这个国家呢，它的面积呢是差不多40多万平方公里，在非洲呢算是那种不大不小的，总人口呢是差不多2800万。这车堵的，那都是中国人拉着箱子、带着枪的啊。这里的中国人密度真的好高啊！这里面装的全是那个二手衣服啊。这儿还有一个人民医院，始于2012年，全科治疗，太厉害了。这边有一个联合中心啊 ，Alliance Mall， 这一排一排的全是中国人的店铺，他们这个也是做零售、做批发。杜阿拉呢是中国人来到喀麦隆的，应该可以说是第一站吧。然后来的比较早，所以呢很多的一些行业呢都已经被中国人给占据了。咱们的左前方还有一个建国商城，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呢叫阿夸，就是如果你跟当地的司机一说阿夸，他们都知道就中国人做批发的地方。大家看这边有一个汕头人家，这边还有一个青田饭店。我感觉像在喀麦隆这边的话，可能大部分还是以浙江人为主吧，做贸易的比较多一些。像来这边来的比较早的中国人呢，就是买地盖楼、开店。但是说实话哈，现在因为中国人来的越来越多了，生意肯定不如以前好做了。但这个环境啊，说实话真的很差哈。这臭水沟也是直接都已经满掉了，到处都堵着。就我这身后啊，全是垃圾啊！他们这边就是垃圾，就是随街倒的。那边还有一个小妹妹，边吃饭边看店呢。可以说整个一条街啊，都是中国人做生意的。直接有人就在这个大马路上睡啊。哥们儿直接穿羽绒服啊，还有带这个貂毛的。这儿有个中咖商贸城，对面是个新世纪商贸城，这边好像是被烧了的。你看这些建筑材料啊，也都是中国来的，上面都写的上海吉祥。这个喀麦隆蛮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大家提到非洲国家，大部分都是一些英语国家，或者说是法语国家。但这个国家呢，它是2个语言都讲哈，这个其实也是它的历史原因。因为在喀麦隆的西北部呢，有一部分地区呢，它是挨着尼日利亚的，那一块呢，它就讲英语的。所以这国家的官方语言呢是2种啊，英语和法语。其实说起喀麦隆这个国家的名字啊，还挺有意思的。喀麦隆这个词儿呢，它是个葡萄牙语词啊。在1472年的时候，这个葡萄牙人在登陆这个喀麦隆的时候，在这个岸边发现了很多虾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直接用这个虾来命名这个喀麦隆啊。所以喀麦隆呢又有虾国之称啊。这个楼有意思啊，叫 Niki， 哈哈 ，Niki 的大楼。大家看这个喀麦隆的车牌啊，有这个橙色底的，也有这个黑色底的。就感觉他们这边比较随意，好像车牌还能 DIY。你看这边就有好多姆巴佩的球衣，这姆巴佩呢，他祖籍就是喀麦隆的。说到这个足球啊，喀麦隆的足球水平啊，在非洲啊也是属于 top 的水平啊。他们之前呢也是打进过世界杯8强的。这个喀麦隆的足球队呢，也被称之为是非洲雄狮。可以跟大家说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就喀麦隆这个国家呢，有海，有沙漠，然后有山地，有草原，还有热带雨林，就基本上非洲有的地貌地形啊，它都有。所以呢，它也被称为是非洲的缩影啊。这个杜阿拉呢，作为喀麦隆的最大城市，它的人口呢是有400多万。这个规模呢，在非洲也算是一个比较中大型的城市了。它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比较老和旧，然后环境呢比较差。说实话，在去过的非洲国家里面，算是不是很好的。这个地方是喀麦隆的法院，一看就很有法式风情哈。然后大家看到这一圈哈，全是银行，都是法国的，道达尔。然后对面那个广告牌是 Orange 法国的通信。这个地方呢是法国文化中心 Institut Français， 这也是法语国家的一个标配了。这个 Super U 呢，它也是一家法国超市啊，在很多的法语国家都有。这也算是一个小的商圈呢，有一些卖衣服、卖咖啡。在咱们的左前方呢是喀麦隆的啤酒厂。可以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？在这个非洲国家，不管这个国家有多穷多落后，但这个国家一定有一个比较好的啤酒厂。这个非洲人可以啥都没有，但不能没有啤酒啊。这里有2个白化病的非洲人，他们就像小精灵一样啊。这里小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哈，就是在非洲的这个黑人的白化病其实是比较常见的。据说哈，就是有的人会在很早之前哈，会把他们这个白化病的人抓起来，然后当作是可以长生不老的药引子。
非洲的喀麦隆啊，有一家盗版的肯德基 KMC， 它的外观啊比肯德基还肯德基，而且呢，愣是开了6家的分店，这个跟肯德基还挺像的啊。Bonjour， c'est ouvert non？ 这个肯德基哦，这 KMC 啊，它这还卖米饭。这个小妹妹跟我说，她这个老板是中国人。Vous avez combien de boutiques à Douala？ environ 6。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中国人开的 KMC 啊，这个好像还有2楼，上去看一下，就它真的跟肯德基很像，包括它的一些装修风格哈，但这个里面的味道还挺重的，洗手间都很像。他们还有网站，有邮箱啊，挺正规的，朋友们。它这个 KMC 它还卖酒啊，威士忌，然后白葡萄酒、红葡萄酒，还有香槟都有啊。在喀麦隆这边呢，他们也是支持手机支付的。You see, à Douala, il n'y a pas de KFC. McDonald's, non. Donc KMC c'est la première. 就喀麦隆这个国家呢，是差不多有2800多万的人口，像这样一个体量的话，是完全可以支撑肯德基开店的哈。但是为啥没有开店？我估计还是有这个 KMC 的影响啊。开了有6、7家，肯德基都不敢来了。Ça c'est sauce piment， 辣椒油啊，还是热的呢，刚刚做的。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哈，这个是 KMC 的纸巾，就跟肯德基的也很像。咱们这个套餐呢是1杯可乐、1个汉堡、1个薯条，还有1块炸鸡腿，总共呢是4000中非法郎，合人民币的话是50块钱啊。这个 KMC 配的是百事可乐，没有气儿了，感觉不是百事可乐的味道啊。这个鸡腿的个头还挺大的啊，味道还可以，我感觉好像比肯德基的还好吃一些。因为它汁水很足啊。这个 KMC 呢还配了一个这个当地的辣椒酱，尝一尝，来一点。好辣呀！这是非洲的那个魔鬼椒啊。它这个汉堡呢里面给了很多的炸鸡啊。而且它里面几乎没有蔬菜啊，全是肉。我觉得像这家 KMC， 它能在喀麦隆开了6、7家店，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啊。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呢是比肯德基要好一点的哈，就它用的东西呢没有那么重的工业味。就它这个鸡腿呢，感觉像是那个大鸡腿哈，不是小鸡腿，就是没怎么熟，还有点血。说到这个盗版的肯德基啊，之前我们在孟加拉的时候，不是吃过那个什么 BFC 嘛，吃完就拉了我好几天。希望这个 KMC 不会让我拉啊。它这个价格呢，跟其他非洲国家的肯德基价格差不了太多，并没有比肯德基便宜。就是在很多非洲国家啊，有一些我们熟悉的品牌，但是呢，因为它没有在非洲注册，没有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，所以呢，这些哪怕是假冒的在当地去开，它也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。我们现在是吃完了啊，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50块钱的 KMC 套餐值不值啊？朋友们，我现在呢是打了一个车啊，准备去到这个喀麦隆的英语城市，叫做宁贝啊。距离的话大概是80公里啊，打车的话也要200来块钱。阿里亚宁贝，c'est loin啊，c'est loin。估计这个司机也没想到，居然有一个这么远的单子，80公里啊。因为一般这个非洲的网约车的话，就是在这个市区跑跑，我也没想到他会接单。Comment vous appelez？ Mosin。 OK。咱们现在来加油站加个油。这1升汽油的话是840中非法郎，合人民币的话是10块05毛钱啊。这个价格在非洲啊都是属于很高的了。这个喀麦隆的交通确实有点看不懂啊！你看，那个道两边都有在走。这儿以前是个收费站，现在已经免费了。这边种的全是棕榈树，这个是橡胶树。咱们现在是已经进入这个宁贝了啊。在这个英语区用法郎的，这是我头一次见。这路边加油的，这个油也是尼日利亚过来的走私油啊。所以当有的非洲人跟你说我家是开加油站的，你就可以想一想，它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加油站。宁贝这边呢也是森林资源特别丰富啊，产木材，而且还有石油。这非洲的国家真的是很抽象哈。喀麦隆作为一个拥有石油的国家，旁边就是炼油厂，然后它这个汽油的价格要10块05毛1升，当地老百姓的收入这么低，你说这当地人多难啊！咱现在是终于到宁贝了，70公里开了3个小时，司机也辛苦了，请司机吃个饭。这个叫做 Annie's Bistro， 都写的是英语了，朋友们，简单吃点啊。这点了个啥饮料，也没有任何的商标啊，就这样的白瓶子。
这喝起来感觉像是自己做的柠檬水加了点气儿。简简单单吃一餐啊，这是烤鸡，然后这个是炒饭，司机大哥的是一样的啊。它这个饭里面加了一点那个面。喀麦隆这个国家呢是个法语国家，为什么会存在一个英语区呢？就是在这个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交界的地方呢，以前是分了法属喀麦隆和英属喀麦隆。就当时这个英属的喀麦隆啊，他们呢就公投，有一部分人呢是选择加入尼日利亚，有一部分人呢就选择加入喀麦隆。所以到这个城市之后，你会发现就是突然一下子在一个国家居然存在2种语言形态，这个其实是比较少见的。咱现在是来到了这个林贝的沙滩，这边的沙滩呢是那种黑沙滩啊，因为在这旁边呢就是喀麦隆的火山，4000多米的海拔，这边就是大西洋的几内亚湾了啊。这是我在非洲看到过最脏的海滩，没有之一啊。这不是我要黑你啊，喀麦隆，这是真的很脏啊。然后在天空中啊盘旋着很多这种不知道是鹰还是秃鹫啊，都是吃这种腐蚀垃圾的。这些都是渔船。在他们这个船头呢，放了一个黑色塑料袋儿，不知道是啥意思。这是批发呢，刚上来就卖了。Like this one is how much? One piece? How much? How much? Yeah. Come again, how much? How much? How much? Yeah. This one is 5,000 for one. 5,000 won。在我身后有很多当地人在这儿吃饭啊。你看，这都是喀麦隆的有钱人啊，在这度假呢。我们现在上天，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喀麦隆的黑沙滩。Let's go。